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糖醋排骨哦。这个糖醋排骨这道菜，从我们这个8年前开台至今没有做过，原因是因为太麻烦，要炸哦。那这个我们的小编很惊讶，告诉我为什么不做？我说好啊，要做来做吧。好，那我们我其实从开始学做菜，我做的第一个过油的料理，跟糖醋排骨有点像，就是咕老肉。那咕老肉呢，在这个日本呢是很受欢迎的，甚至在很多的老外的地方，他们可能以为他们吃的是糖醋排骨，其实他们吃的是咕老肉。那咕老肉跟糖醋排骨最大的差异性是，糖醋排骨的味道比较酸跟重，那咕老肉比较没有。那咕老肉颜色酱色比较偏咖啡色，糖醋排骨的话比较偏红色。糖醋要做到什么程度呢？要做到你吸到吃进去要壳不壳那个状态，就是很到位的糖醋排骨。有时候跟人家形容这个，人家就说哪有人这样的，但他就这样，这避免不了的。而且糖醋排骨基本上，如果说你今天在台湾的话，可能稍微会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重，但其实它这道菜油是下蛮重，因为油重才有办法把这个番茄酱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番茄里面的茄红素丢出来，哦，所以油会稍微重一点，但就好比很多人会讲说，客家菜重油重咸，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改良了，我们现在不油不咸，就是我们今天吃麻辣锅，哦，也是味道很重，我们现在不麻不辣，那你吃干嘛？对不对？没有叫你每天吃，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吃，我会建议不妨吃一些比较道地的做法，去感受一下，因为每一道菜啊，它会留下来哦，它不是平白不留下来，它一定有它的典故在，对不对？麻婆豆腐会留到现在，为什么？因为它好吃。那这边呢，我们今天用的是小排，那你可以稍微怎么样？稍微用菜刀，你如果有这个肉锤，当然最好。啊，没有的话，你就用刀背，稍微拍一拍。哦，每一个啊，像这个比较大的怎么办？就把它切开来，因为尽可能每一块都大小差不多。啊，肥肉你如果说不喜欢，那你就不要，你这块就挑掉。啊，可是我喜欢，我就把它放着。好了，先拍一拍，把肉打松啦，这是第一个啦。那再除了肉打松之外呢，待会我们还会再做第二个步骤。这几个步骤是在做这个排骨的时候，如果是做这个糖醋排骨，或是你要做红烧排骨，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因为肉打松了之后呢，待会吃起来就不会那么硬了。不然有时候那排骨吃起来太硬了，嚼不动，不舒服。好，你看肉都打松了，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个，就是用叉子戳洞，让它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不好入味，我们叉子让它先什么？待会在吸这个汤汁酱汁的时候，在腌它的时候，它比较好入味啊，而且待会导热也比较快。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不然你说打水打好泡一个晚上，其实是蛮好的。这也是一样，不要戳到自己手哦。我喜欢用猪小排啦，就是肋排的部分来做这个糖醋排骨。盐巴、糖，多少盐就多少糖哦。胡椒，一点点酱油。为什么重复这么多次？真的酱油不要多，不然你酱油一多哦，它马上就变色了。然后酒、香油，然后开始，有没有？刚刚的酱汁马上就不见了。然后接下来就打水。那如果说你今天觉得你的肉猪肉味道比较重，那怎么办？就是打进去的水用姜葱水，就把姜跟葱拍扁，然后放在水里面，然后把它捏到它那个味道出来，让姜葱水吸到里面去，它就比较不会有腥味。接下来蛋，如果你今天是在做这个连肉跟酱都是白色的，你就用蛋白。不管什么肉哦，有人说啊海鲜一定是蛋白，肉类一定是全蛋或是蛋黄，不一定哦。如果你今天哪怕是猪肉，但你全部都是白色的，你的酱汁也是白色的，那我建议你就是蛋白，不要用蛋黄哦。那因为我们今天颜色比较重，而且蛋黄比较香，所以我们这边用蛋黄。那不要多，当然
一点点就好，差不多这样。对，再放回来。捏蛋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不要笑。如果有一天你捏到蛋黄，你就知道原来捏蛋黄是这么开心。好，有没有？你可以明显看到刚刚的酱汁，除了蛋黄在外面之外，而且顺序一定是这样子哦。盐、胡椒那些都加一加，酒加进去，打水，打完水之后放蛋，蛋放进去再放粉。哦，顺序也是这样。你一开始你放蛋，你水打不进去了，再放粉，你味道注不进去了。哦，所以就这个。味道都进来了，味道，然后粉进来。粉要多要少你自己决定，有人会用地瓜粉，有人用太白粉，有人用玉米粉，你也可以自己决定。然后有骨头的先下。我现在已经把火关掉了，油温够高哦，所以我把这个火给关掉了，让它慢慢在里面慢慢泡着。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提，很多人在炸这个料，就是应该怎么说，在炸这个任何的食物的时候，温度太高，一下去发现哇颜色变了，所以大家怎么样把火关掉？关掉之后呢，他也不敢太过于应该说去加热，所以他就吃油。等到好的时候熟了，把它捞起来。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好比说，我现在进来，这个颜色还是可以的。那我没有在加热，我现在是在让它油泡的状态，所以它待会它呈现出来还是差不多是这个颜色。那待会它差不多80%熟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捞起来，油温拉高，要高温。永远在炸东西就是高温起来，高温起锅哦。所以高温起锅的时候它就不会吃油，所以先不用担心，你现在就让它先泡着。好，来，现在先把它捞起来，然后开始加热。大概第二次进锅的温度，我个人觉得大概是160、170啦，也不要太高，不然下去一下就会黑掉了。好，把它放进来，有没有？现在声音就很大声了，水就开始有点往外冒了。有没有？外面的酥脆感就出来了，你可以听到这声音吗？酥脆感就有了。然后把刚刚的蔬菜一样放进来。然后就可以把油沥出来了。好，锅子有点热的时候，把刚刚的热油放进来。番茄酱先来，因为番茄酱透过炒，它的颜色会红。然后接下来姜进来，蒜进来，然后来点糖，糖大概就是跟番茄酱一样多。这是醋，醋大概也是。来把火打开，然后来一点点酱油，那你看酱汁够不够？如果不够，你可以再补一点水。好，接下来我的习惯是这个地方勾芡。
限制好的时候，来蔬菜进来，排骨进来。好，起锅前来一点香油。这就是我的糖醋排骨。跟你说，每个各家的不一样，我的习惯性是这样。好，糖醋排骨好了，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就吃一块给大家看。哦，很会跑。它必须要闻起来有点呛，然后有点要咳嗽，然后吃起来这个糖醋排骨的排骨还有点脆，里面软。甜度也够，酸度我也喜欢。哦，就是记住排骨要下去炸之前一定要打水，它里面才有水润。会有稍微复杂一点，比较麻烦一点。但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面做糖醋排骨，不如你还试试看。比如说那天你会做这个豆瓣鱼，对不对？它也需要鱼要下去炸，对不对？排骨要下去炸，或者你要过油过一些，比如说做滑蛋虾仁，那虾仁要下去滑，或者牛肉滑蛋牛肉也可以。那一天你就可以用这个油把它用得很尽兴，用完之后再把这个油大概花3-4天的时间把它用完，其实你没有很浪费油。哦，那如果真不行，下次有机会我们来试试气炸锅看看，说不定也是另外的效果，好不好？好，试试看啊。